各位观众，2026年的今天，我先请你做一件事儿，把手机拿出来，划一下你每个月自动扣款的清单 ：Netflix、Spotify、YouTube Premium、iCloud 云端空间，还有这2年最凶的那个1个月付20块美金起跳的 AI 工具订阅，是不是一长串？我给你一个数字，你感受一下，光是 Netflix 一家，全球付费订阅户就已经冲破3亿。等于全世界每20几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的信用卡每个月被他自动扣一笔，而他连一片 DVD、一张光碟都不用寄给你。这还只是一家公司。你再想想这波 AI 大浪 ，OpenAI、Anthropic 这些公司卖的是什么？不是卖你一套装在盒子里的软体，是卖你每个月的订阅，1个月20块美金，全球几千万人排队抢着付。看懂没？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大革命。真正聪明的生意人早就不做卖一次的买卖了，因为卖一次的生意最累，这个月卖完，下个月从零开始。你像业务员一样，天天在路上跑，天天在找新客户，跑到死。而聪明人做的是什么？是躺着收月费，客户一次搞定，然后每个月稳稳的、自动的、复利的滚进来。各位观众好，我是吉森教练。这里是 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今天我们要精读一本我认为每一个做生意、想创业的人都必须读3遍的商业圣经——订阅经济，英文书名叫 Subscribed。今天这一集，我要把卖一次变成收一辈子的整套心法掰开揉碎讲给你听。先讲讲这本书是谁写的，因为这个人的来头决定了这本书的分量。这本书的作者叫左轩庭，英文名字田错，一个华裔的商业奇才。各位观众，你要知道，很多人写商业书是纸上谈兵，教授在学校研究研究就出书了。左轩庭不是，这个人是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出来的。他早年做了一件很牛的事，他是 Salesforce 这家公司的第11号员工。你听清楚，第11号。Salesforce 是谁？是全世界把软体租给你用，按月收费这套模式玩到极致，市值几千亿美金的云端巨头。左轩庭从草创时期就跟着干，一路做到首席战略官，亲眼看着、亲手推着这家公司用订阅模式把传统卖软体光碟的老大哥们一个一个掀翻在地。他看懂了一件事，这不是一家公司的成功，这是整个商业世界要换底层作业系统了。所以他在2007年自己跳出来创业，开了一家公司叫 Zuora。 这家 Zuora 是做什么的？他不卖你商品，他专门帮全世界想做订阅制的企业处理那套超级复杂的每月收费、账单、续订、退订的后台系统，等于是订阅经济这场淘金热里面那个卖铲子、卖牛仔裤的人。后来 Zuora 还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了。所以各位观众，这本订阅经济不是理论，是一个亲手打造了整个订阅基础建设的人，站在战场中央，告诉你这场仗要怎么打。他甚至还发明了一个词叫订阅经济 Subscription Economy， 这个词现在全世界都在用。这个分量够重了吧？好，我们进入正题。左轩庭这整本书核心就在讲1个字的差别，从卖产品转到卖订阅。这2个听起来好像差不多，各位观众，我告诉你，这中间差的是整个脑袋，整个世界观。我先帮你把这2种思维的根本差异画一条清清楚楚的线。第一种叫产品思维，这是我们大部分人从小到大被教的做生意方法。产品思维的核心是什么？是交易。我生产一个东西，你付钱，我把东西给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关系结束。你想想传统卖车、卖手机、卖家电是不是这样？我把车卖给你的那一刻，我最开心，因为我赚到了。但也是从那一刻起，你跟我基本上就没关系了，我要赶快去找下一个客人。所以产品思维的公司眼睛里永远只有一个东西，这个月又卖出去几台，他拜的是销售量这尊神。第二种叫订阅思维，这是整本书要你换上的新脑袋。订阅思维的核心不是交易，是关系。我把东西交给你的那一刻，不是关系的结束，恰恰相反，那是我跟你关系的开始。因为你每个月要不要继续付钱给我，取决于我接下来每一天有没有继续让你满意。看懂没？
产品思维是卖完就跑，订阅思维是卖完才是伺候的开始。所以订阅公司眼睛里看的不是这个月卖几台，而是我手上现在养了几个会员，他们有没有跑掉。各位观众，这条线你要是画不清楚，后面全都听不懂。一个赌的是新客户，一个养的是老关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宇宙。接下来我要把这本书最重要的几个核心观念一个一个拆给你听。第一个观念，也是最颠覆你脑袋的一个，客户要的从来不是你的产品，客户要的是持续获得的成果。各位观众，这句话你要刻在墙上。行销学里面有一句经典到不行的话，我帮你翻成人话：客户买的不是一只1/8寸的钻头，客户要的是墙上那个1/8寸的洞。你听懂了吗？没有人早上起来说我好想要一只钻头哦，他要的是墙上那个洞，好把画挂上去。钻头只是达成目的的工具。同样的道理，左宣庭在书里讲的更狠。以前的人买一碟 CD， 买一整柜的唱片，他真正要的是 CD 吗？不是，他要的是随时随地想听什么歌就有什么歌的那个爽。所以当 Spotify 出现，跟你说你不用拥有任何一张 CD， 你一个月付我一点钱，全世界几千万首歌随你听，请问还有谁要去买 CD？ 没有了吗？这就是订阅经济最狠的心法。不要再想着怎么把我的产品卖掉，要开始想客户真正想要的那个成果是什么，我怎么样每个月都持续的稳稳的把那个成果交到他手上。你卖钻头会被卖洞的人干掉，你卖 CD 会被卖随时能听音乐的人干掉。各位观众，你不再是一个卖东西的人，你变成一个持续交付成果的伙伴。客户为什么愿意每个月付你钱？因为每个月你都在帮他把事情搞定，这个成果一天不断，你的月费就一天不断。你要不要帮他解决一辈子的问题，决定了他要不要付你一辈子的钱。第二个核心观念跟第一个是连在一起的，叫以客户为中心，不是以产品为中心。各位观众，这句话你可能在很多地方都听过，听到耳朵长茧了，觉得是废话，是口号。但我告诉你，在订阅经济里面，这不是口号，这是你的生死线。我来解释为什么。在产品思维的旧世界，公司的组织是怎么长的？是围绕着产品长的。我有一个研发部，拼命把产品做出来；我有一个工厂，拼命把产品做多；我有一个业务部，拼命把产品推出去。整间公司所有的力气都是绕着这个产品在转。客户只是产品旅程的终点站，是那个掏钱的人。但订阅世界整个颠倒过来。左宣庭说，订阅公司的组织必须围绕着客户来长，因为你的收入不是来自卖出一个产品，你的收入是来自一个客户愿意持续待在你身边。所以你所有的注意力都要从我的产品好不好，转到我的客户过得好不好，用的爽不爽，有没有想跑。各位观众，你想想这个差别有多大。旧世界的公司把产品卖掉那一刻是高潮，庆功宴发奖金。新世界的公司，客户签约那一刻只是开场，真正的考验是接下来每一天。你要一直盯着他登入了没，他用了几次，他上个月的用量是不是变少了，他是不是快要不爽了。因为在订阅制底下，客户随时可以按一个取消订阅的按钮，1秒钟就把你甩掉，完全不用跟你商量。所以你被逼着一定要真的发自内心的把客户伺候好。这不是道德，这是商业模式逼你的。谁更懂客户，更贴近客户，更能持续让客户满意，谁就能把这场订阅的仗打赢。第三个核心观念，也是我个人最爱的一个，叫经常性收入的复利威力，英文叫 recurring revenue， 经常性收入。各位观众，这4个字是整个订阅经济最性感、最让生意人流口水的地方。你一定要搞懂它到底威力在哪儿。我先讲传统卖一次的生意，它的收入长什么样子。它像什么？像锯齿。这个月拼死拼活卖了100万，很好。下个月呢？下个月从0开始，归零，重新来过，又要拼死拼活。你的收入是一根一根独立的柱子，每个月都在赌，每个月业绩归零重算，你永远不知道下个月能不能活。老板心脏要很强，因为月月都在悬崖边上。现在来看订阅制的收入长什么样子？它不是锯齿，它是楼梯。
而且是往上爬的楼梯。你想想，你第一个月谈下100个客户，每个月每人付你1000块，好，第一个月你收10万。关键来了，第二个月这100个客户还在，他们继续付，你手上就有这10万打底了。这时候你第二个月再去谈进50个新客户，你第二个月的收入变成多少？是15万。第三个月前面的150个都还在，你再加新的，变20万、30万。看懂没？各位观众，这就是复利。你这个月的努力不会归零，它会变成你下个月的地基。你是站在上个月的肩膀上往上叠，往上叠。而且经常性收入还有一个致命的好处，叫可预测。传统老板最怕的就是不知道下个月会怎么样，但订阅制老板他月初就大概知道这个月稳稳能收多少钱，因为那些会员大几率都会续。收入可预测，你就敢投资，敢请人，敢扩张。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给订阅制公司的估值往往是传统公司的好几倍，因为一个每个月稳稳进账还越滚越大的生意，比一个月月从零开赌的生意值钱太多了。第4个核心观念，我要讲一个大多数新手完全搞错方向的东西，叫降低流失比拼命拉新客更重要。这个流失英文叫 churn rate， 流失率。你把这个词给我记下来，它是订阅生意的头号杀手。各位观众，我先问你一般人做生意第一个想到的成长方法是什么？是不是冲业绩、拉新客、打广告？大部分人的脑袋全部的力气都花在怎么把新客户弄进来，这个没错，但在订阅经济里面，这只对了一半，甚至可以说你的重点放错了。我来给你打个比方，你就秒懂。你的订阅事业就像一个水桶，你想把这桶水装满，拉新客户就是你拿水管往桶里灌水。可是各位观众，如果你这个水桶底下破了一个大洞，会怎样？你上面灌得再凶，水从底下漏得更快，你这个桶永远装不满，你就一直在做白工，一直在拿钱打水漂。这个桶底的洞就是流失，就是 churn， 就是那些付了1-2个月觉得不爽，按下取消就跑掉的客户。左贤廷讲得很透彻，对订阅公司来说，把桶底的洞补起来，往往比上面拼命灌水还要重要，还要划算。为什么？第一，你拉一个新客户的成本是伺候一个老客户的好几倍，行销费、业务费烧得吓死人。第二，一个老客户待得越久，他付你的钱是复利累积的，他可能待2年、3年、5年，还会帮你介绍朋友。你辛辛苦苦花大钱拉进来的新客，1个月就跑了，那你等于钱丢到水里。所以真正的高手把大量的心力放在留存上，怎么让客户用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离不开你，续约续到手软。各位观众，记住这句话，在订阅的世界，留住旧人的功夫才是真本事，才是印钞机。第5个核心观念，把前面全部串起来，叫订阅模式的成长引擎。各位观众，前面我们讲了经常性收入的复利，讲了降低流失，那到底一家订阅公司要怎么成长？左轩廷给了一个很清楚的引擎公式，我帮你翻成大白话。一家订阅公司每个月的收入变化就看3股力量在拔河。第一股力量是新客户带来的收入，这是往上加的，你这个月又谈进多少新会员。第二股力量是旧客户流失掉的收入，这是往下扣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桶底波动，跑掉多少人。你用第一股减掉第二股，才是你这个月真正的净成长。但各位观众，最精彩的是第3股力量，这才是订阅模式真正恐怖的成长秘密，叫做向上销售跟扩大使用。什么意思？就是同一个老客户，他在你这里花的钱越来越多。你想想 Netflix， 你本来定标准画质，用着用着家里人多了，你升级到高画质，可以多人同时看的顶级方案，你每个月付他的钱是不是变多了？你想想那些云端软体，你公司本来10个人用，公司变大变成100个人用，你付的订阅费是不是翻了10倍？这个客户你1毛新的行销费都没花，但他自己长大了，贡献的收入自己往上爬。看懂没？这就是订阅成长引擎最狠的地方。一个健康的订阅公司可以做到，就算完全不拉新客户，光靠现有这批老客户越用越多，
越升越高，收入就能自己往上涨。这在传统卖一次的生意里是天方夜谭。所以真正的成长引擎是3件事一起转，稳稳的进新客，死死的补破洞，狠狠的让老客户越花越多，3个轮子一起转，这台印钞机才会越转越快。好，各位观众，讲到这里，我把左宣庭这一整套心法，用几句你记得住、带得走的金句，帮你浓缩一下。你其他的可以忘，这几句给我刻在脑子里。第一句，客户要的不是钻头，是墙上的洞。不要爱上你的产品，要爱上你帮客户解决的那个成果。第二句，卖完不是结束，是关系的开始。传统生意卖完就跑，订阅生意卖完才开始伺候，续不续约看你接下来每一天。第三句，你的收入应该是往上爬的楼梯，不是月月归零的锯齿。这就是经常性收入的复利，让你站在上个月的肩膀上赚钱。第四句，先把桶底的洞补起来，再谈往桶里灌水。留住老客户的功夫，比拼命拉新客更值钱。第五句也是最霸气的一句，不要再做一次性的买卖，要建立一段持续的关系。各位观众，这句话你把它放大来看，其实讲的是一种做生意的境界。低手在追一笔一笔的交易，追得气喘吁吁；高手在经营一段一段的关系，越经营越轻松，越经营越值钱。你把客户当成一次性的提款机，你就永远在找下一台提款机。你把客户当成要相处一辈子的伙伴，他就会用一辈子的月费回报你。这就是《订阅经济》这本书的灵魂。记住了啊，我们接下来用真实案例来验证。理论讲完了，各位观众，我知道你要的是真家伙，空口说白话没用，我给你上3个真金白银，你去查都查得到的经典案例。第一个也是整本书里最经典、最让人拍案叫绝的一个 Adobe。 各位观众， Adobe 你认识，就是做 Photoshop、做 Illustrator， 全世界设计师吃饭的家伙都靠它。你回到10几年前， Adobe 是怎么卖的？就是最传统的卖盒装软体。你走进店里，花一大笔钱，可能好几百块美金，甚至上千，买一套光碟盒装的 Photoshop， 回家自己装。这个模式有什么问题？问题大了。第一，太贵了，很多人买不下手，干脆去用盗版。Adobe 眼睁睁看着几千万人在用盗版，1毛钱收不到。第二，它的收入是锯齿状的，每次要等它出新版本，大家才会再掏一次钱，中间好几年颗粒无收，收入忽高忽低，抖得要命。然后 Adobe 做了一个当时所有人都觉得疯了的决定，他把盒装软体全部停掉，改成订阅制，取名叫 Creative Cloud 创意云。你不用再花一大笔钱买断了，你改成每个月付一点点月费，就能一直用最新版。各位观众，你知道这个决定当时有多不被看好吗？消息一出，一堆老用户骂翻天，说我以前买断是我的，你现在要我每个月付钱租。股价短期还跌了一波，华尔街一堆人唱衰，说Adobe疯了，要完蛋了。结果呢？结果是商业史上最漂亮的一次翻身。月费便宜，原本用盗版的买不起的，全部变成正版付费用户，收入从忽高忽低的锯齿变成每个月稳稳进账、越滚越大的楼梯，经常性收入的复利威力全开。各位观众，Adobe 转订阅制之后，这几年股价涨了超过10倍，市值从几百亿美金一路冲破几千亿美金，变成全世界最会赚钱的软体公司之一。同一家公司，同一套 Photoshop， 只是把卖一次改成收月费，价值翻了10几倍。这就是订阅经济血淋淋、活生生的威力。第二个案例，你天天在用 Netflix。各位观众， Netflix 的故事简直就是订阅思维这4个字的活教材。它一路的进化，刚好把这本书的精神走了一遍。你知道 Netflix 一开始是干嘛的吗？很多年轻人不知道， Netflix 最早是寄 DVD 的。对，就是你在网络上选片，他把 DVD 光碟用邮局寄到你家，你看完再寄回去。但注意，就算在寄 DVD 那个时代，他就已经比别人聪明，他收的是月费。
当时美国有一家超大的租片连锁店叫百事达，它是怎么收钱的？你租一片算一片的钱，而且你晚一天还，他就狠狠罚你逾期费。各位观众 ，Netflix 一出来就说不，我收你月费，你爱租几片租几片，而且没有逾期费。你看，这就是从一次一次的交易转到一段持续的关系，客户爽死了。然后 Netflix 做了第二次更狠的进化，他把 DVD 都丢掉，改成串流，你连光碟都不用等了，打开电视，打开手机，随点随看。这一步完美验证了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心法，客户要的从来不是那张 DVD 光碟，客户要的是随时想看就能看电影的那个成果。Netflix 把中间那个实体的东西整个拿掉，只留下成果，直接交到你手上。结果我开头就跟你讲了， Netflix 今天全球付费订阅户冲破3亿，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娱乐帝国之一。它靠的不是卖任何一个实体产品，它靠的就是每个月稳稳的让3亿人爽，然后每个月稳稳的收3亿份月费。而且各位观众，他还把降低流失玩到极致。他花大钱自己拍影集，拍那种你追了一半停不下来，追完这季就想追下季的内容。为什么？就是要把你这个桶底的洞死死焊住，让你舍不得取消。你看，这本书讲的每一个观念，在 Netflix 身上全部对得上。第3个案例也是把留存跟越花越多玩到出神入化的 Amazon Prime 亚马逊的会员制度。各位观众，这个案例特别值得台湾做生意的人学，因为它教你一件事：订阅不只可以拿来收月费，还可以拿来绑住整个客户的心。Amazon Prime 是什么？你付一笔年费变成 Prime 会员，然后呢，你买东西免运费，隔天到货，你还可以免费看他的影集，听他的音乐，用他一堆服务。全球 Prime 会员超过2亿人，你想想这个设计有多聪明。各位观众，重点来了，你要看懂它背后的算盘。亚马逊其实不太在乎那笔会员年费赚不赚钱，他真正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当你付了这笔年费之后，你的心态会整个变掉。你会想，我都付了 Prime 会员费了，享有免运，那我以后买东西当然全部都在亚马逊买呀，不然我的会员费不就浪费了？看懂没？这一笔订阅费把你这个客户一辈子的购物全部绑死在他身上了。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3股成长力量，让老客户越花越多。研究都显示，一个人一旦变成 Prime 会员，他在亚马逊的年消费是非会员的好几倍。各位观众，这给你一个超级重要的启发：订阅制的最高境界不只是收那笔月费而已，是用订阅这个身份把客户跟你的关系锁死，让他心甘情愿把越来越多的生意都交给你。Adobe 教你卖一次改收月费的复利， Netflix 教你卖成果不卖产品，还有用内容降流失， Amazon Prime 教你用会员身份绑住客户一辈子的钱包。3个案例把这本书的精华全部落地。好，各位观众，光看巨头的成功，你会觉得离自己很远。Adobe、Netflix 那是几千亿的公司。现在我把镜头拉回来，讲讲创业者、小生意人自己做订阅的时候最容易踩的3个大坑。这3个坑，我看太多人掉进去，你一定要先听我讲，免得你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一个误区，以为订阅就是把价钱拆成每个月付就好。各位观众，这是最致命的误会。很多人一听订阅好，马上就把原本卖3000块的东西改成每个月付300，分10个月。这不是订阅，这是分期付款。订阅的灵魂是什么？是你每个月都要持续交付新的价值给客户，让他觉得这个月的钱付的值。如果你东西一次就给完了，后面几个月啥都没有，客户第2个月就取消了，你这个订阅是假的。记住，没有持续的价值，就没有持续的付费。第2个误区，眼睛只盯着拉新客，完全不管流失。这个我们前面讲过，桶底破洞。很多创业者兴奋地冲业绩，这个月拉进50个新会员，开心的要命，却没发现后门同时跑掉了60个。表面上很热闹，实际上在倒退。各位观众，你做订阅一定要每天盯着你的流失率，那个桶底的洞比你想象的还会漏。
留存做不好，拉再多新客都是填不满的无底洞。第三个误区，收了月费就把客户当成理所当然，不理不睬。各位观众，这是人性最可怕。传统生意卖完就没事了，很多人做订阅还是这个旧脑袋，想说钱反正每个月自动扣，我就翘脚等收钱。错，大错特错。客户每个月付你钱，就代表他每个月都在重新考虑要不要继续。你一个月没让他感觉到价值，他手指一滑取消，你连他为什么走都不知道。订阅制底下，客户不是娶进门就跑不掉的，客户是每个月都在跟你重新谈恋爱，你敢懈怠，他就敢走。这三个坑你先记住，比你学那些花俏的招数重要100倍。好，各位观众，最精彩的来了，这一段我要专门讲给荧幕前想创业、想做艺人公司、想靠自己接案赚钱的你听。前面那些几千亿的巨头很威风，但你会说，杰森教练，我就一个素人，我没有 Netflix 的资本，这套订阅经济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关系大了，而且 AI 出现之后，关系更大了。这是这本书在2026年对小人物最大的红利。我先讲最常见的痛，很多人在做一次性接案，你是接案设计师，你是拍短影音的，你是帮人写文案的，你是做行销顾问的，你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就是我开头讲的那个卖一次的生意最累。这个月接到一个案子，做完收钱结束，然后呢，下个月从零开始，继续焦虑的到处找下一个案子。你永远在追案子，收入像锯齿一样抖，这个月吃饱，下个月饿肚子，累不累？累死了。现在各位观众，听我用这本书加上 AI 帮你把这门生意升级。你要做3件事。第一件事，把你的一次性服务打包成每月固定产出的订阅包。你不要再说我帮你拍一支影片3000块，你要说你每个月付我一个订阅费，我每个月固定帮你产出8支短影音，1份社群贴文排程。你把一次交易变成一段每月持续的关系，这就是把卖钻头改成每个月帮你把墙上的洞都钻好。第二件事，这是 AI 给你的超级武器，用 AI 把你的交付成本压到极低，让月费模式真的养得活。以前你为什么不敢做订阅？因为你一个人每个月要固定生出那么多东西，你会累死，根本做不完，订阅就崩了。但现在有 AI， 写文案有 AI， 生图有 AI， 剪影片有 AI， 做数字人口播有 AI， 你等于从一个人变成一个一人指挥一整排 AI 员工的老板。原本你一个月只能服务3个客户，现在你靠 AI 一个月可以稳稳交付30个客户的订阅包，成本却没有暴增。交付成本压下来，月费模式才可持续，这是关键中的关键。第3件事，把我们今天讲的心法用上，顾好留存。你每个月固定交付，品质稳定，还时不时给客户一点超出预期的小惊喜，让他离不开你。各位观众，这样一来，你就从一个月月找案子的接案奴隶，变成一个手上养着30个稳定月费客户，躺着也有现金流的艺人公司老板。这就是订阅经济加上 AI 送给素人最大的一份礼物。各位观众，讲到这里，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离你最近的例子，就是我自己，杰森教练，还有我们 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正在走的这条路。因为我不是只出一张嘴，我是真的把这本书的东西一步一步做在自己的事业上。我早期做的其实也是卖一次的生意。什么意思？我帮学员上一堂课，办一场讲座，收一次钱，讲完散场，关系就淡了。这就是最累的模式。我每个月都要拼命去招下一批新学员，招生的压力像锯齿一样月月归零。我自己深深体会过那种焦虑。后来我读懂了订阅经济，我就问自己，我能不能把卖一次的知识变成一段持续交付成果的订阅关系？于是我开始做 AI 数字员工这件事。各位观众，你看我的频道，这些每天稳定产出的影片、口播、内容，很多背后就是我训练的 AI 数字员工在帮我干活，24小时不睡觉。我要做的不是卖你一套一次性的课程，然后拍拍屁股走人。我要交付给你的是一个每个月都能持续帮你产出内容、持续帮你赚钱的 AI 员工体系。
这就是卖成果不卖产品。你要的不是听我上一堂课，你要的是你的生意每个月都有源源不绝的内容跟业绩这个成果。而且各位观众，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这本书讲的，顾好留存，持续交付价值。我不能收了学费就翘脚，我必须每个月都让跟着我的人真的感觉到他的 AI 员工越来越强，他的生意越来越好，他离不开这套系统。我把自己活成了这本书的实验品，用 AI 压低交付成本，让一套可持续的订阅服务养得起来，用持续的成果把客户关系从一次性变成一辈子。这条路我还在走，但方向我非常清楚。这个时代会卖一次的人很多，能把关系经营成一辈子月费的人才是最后的赢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推这本书。好，各位观众，今天这一集分量很足，我们来一个黄金总复习，把《订阅经济》这本书的精华5个重点帮你打包带走。重点1，从卖产品转到卖订阅，本质是从一次性交易转到持续的客户关系。卖完不是结束，是伺候的开始，这是整本书的灵魂。重点2，客户要的不是你的产品，是持续获得的成果。不是买钻头，是要墙上的洞；不是买 CD， 是要随时听音乐。爱上客户的成果，别爱上你的产品。重点3，经常性收入的复利威力。你的收入要从月月归零的锯齿，变成站在上个月肩膀上的上升楼梯，稳定可预测，越滚越大。重点4，降低流失比拼命拉新客更重要。先把桶底的破洞补起来，再往桶里灌水。留住老客户的功夫才是印钞机。重点5，订阅的成长引擎是3股力量一起转，进新客，补破洞，还要让老客户越花越多，3个轮子转起来，这台机器才会越跑越快。案例上 Adobe 靠改订阅股价翻10几倍， Netflix 靠卖成果坐拥3亿会员， Amazon Prime 靠会员身份绑死你一辈子的钱包。各位观众，但我要告诉你，订阅让你有稳定的收入，躺着收月费，这已经很爽了。可是这还不是商业世界最顶端的玩法。你想想，订阅制你还是要自己一个一个伺候客户。那真正赢家通吃，能一口气垄断整个市场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是你自己盖一个平台，让成千上万的别人在你的地盘上做生意，彼此交易，而你只要坐在中间收个路费就好。Uber 自己没有一台车， Airbnb 自己没有一间房，却垄断了整个市场。这背后的恐怖逻辑就是下一集我们要精读的重量级好书 EP67 平台经济模式，英文叫 Platform Revolution。 这一集绝对会颠覆你对做生意的想象，你千万不要错过。喜欢今天的内容，帮我按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现在每个月付了几个订阅，或者你想把自己的哪个生意改成订阅制，我会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回。我是杰森教练， 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我们下期见。